第67章骂人。我和高燕导演了一场振奋士气的好戏，收获很大。本来士气低落的博越公司气氛迅速得到了扭转，连刚刚上班的10几个新员工也都受到了感染。那股子热血的劲头，让新员工培训的时间都大大的缩短了。还有更夸张的，公司技术部有个叫石小刚的小伙儿，他找到我跟我讲，陈经理，我要跟着您干业务。我说你怎么想着干业务呢？业务收入又不稳定，你搞技术、搞数据库、写程序不比干业务强。小伙子挺倔，反正我就想干业务。我觉得技术没出息，要有大出息，必须干业务。我只是笑了笑，并没有当真，因为我结合自身的经历，觉得干我们这项业务的人，基本都是走投无路的人，跟我的经历应该相似，才可能豁得出去。所以第一天我没有理他，没有想到他第二天又来找我。我指着电话跟他讲，行，你这样，你今天打一天电话看一看，我让堂哥教你方法，如果你打一天能够约到客户，我就收了你。没想到这小子道，不用堂哥教我，我知道怎么打电话。新员工不就是卖域名吗？话术我都练熟了。然后这小子就在我面前直接拨电话，我亲眼看他给老板打电话，激情飞扬的推销中文域名，那样子根本就不像个生手。那一瞬间我明白了，并不是所有人都跟我一样的，我应该是最没有业务天赋的那一类人，所以我需要不断的突破自我，不断的经历痛苦和苦难，才能一点点蜕变和成长，最后从这个行业混出来。但是有些人天生就适合这个行业，他们性格开朗外向，欲望很强，就比如石小刚这种，人家上来就能打电话，而且不知疲倦，遭遇了拒绝不仅不难受自卑，反而很亢奋，对客户有一种强烈的征服欲望。老唐跟我讲，说这小子打电话跟宋小波差不多，只打半天电话就约到了客户。我兑现承诺，让石小刚从技术部直接调到了商务8部干商务代表，然后只有3天，他就给我拿回了第一张域名单，而且这张域名单8000块钱，我找后台申请，直接把提成1600块钱发在了他的手中，鼓舞士气啊！3天的新员工就签单，我让他在全公司会议上交流，让他又单独和新员工交流，他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出去，比我们鼓动新员工的任何手段都要有说服力。通过了这一番神操作，8部的战斗力开始往上飙，但是问题还是存在，主要的问题就是新任的行政总监陈正华的沟通成本太高，他不同意集中统一培训，不同意我们开拓产品线的方案，也就说我们的行业网站项目在他这里做不了。我他妈的几个月之前就签的行业网站，在周光华手里就没有做出来，现在到了高燕干商务总监，这个行业网站还是做不出来。还有最过分的一点，他不允许当场发提成，非得要月底进行公司统一核算，然后核算之后给员工工资条再发公司，说是这样做才能规范化管理。我非常的恼火，但是我和陈正华又是上下级的关系，不好直接冲着陈正华发飙，只好去找高燕。高燕道，陈斌，这事儿还是要你我同心协力才能办成，反正现在这个情况，我们深圳公司士气有了，应该说内部存在的这点阻力都不难解决，关键一点，你跟我要紧密配合，一起发力，很多事情才能办成。我说怎么一起发力？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？高燕便拿出了一个唱红脸和黑脸的方案出来，他唱红脸，我唱黑脸。高燕道，陈斌，你要明白，你的诉求不是你个人的诉求，而是我们基层业务员的诉求，你代表的是他们对公司的期待和期望，所以你只要本着这个初心去，便犯不了多大的错误，就算有错误，马从敬也不会撸你。在华南大区，经理的任命马从敬有决定权，叶志辉也不好使。我说高总，你能不能保证搞定？如果搞不定怎么办？高燕就笑，不得不说这个女人从来不笑，一旦笑起来，真的特别的漂亮，有一种独特的女性魅力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这哪里有打包票的事情？反正你现在和温小兵他们也下了赌注，你都豁出去了，还怕什么？没有什么好怕的嘛。我发现高燕这个女人聪明的很，刚开始的时候她表现得很急躁，好像和陈正华不共戴天似的，其实她心里未必真那么冲动，而是在憋点子呢。能够从博越混出来，混到总监这个位子上的人，就没有一个是善男信女，都修成精的狐狸呢。没有办法，现在我非常迫切的要解决问题，所以只能答应高燕这个方案。恰好因为石小刚3天签单的问题，我要提前从财务把提成拿出来，我去找行政总监陈正华去批钱。陈正华跟我讲，陈斌，这不符合规矩啊，我们公司新的规章制度已经做出来了，提成一律不能提前发放，必须和工资一起发放，这牵扯到规范化管理的问题。然后陈正华唧唧歪歪讲了一大堆的道理，我一听心头的火就按捺不住，就问陈总，你桌上的电话能不能用？我打个电话。陈正华说能用，我直接拨了一个号码，电话一接通，我抓起电话就骂，马从敬，你他妈的给我们深圳公司派的行政总监是不是专门搞特务工作，监视我们的？他妈的，这也不能做，那也不能干，但凡是跟我们业务有关系，有利于业务工作开展的事儿，他一件也干不了。
你他妈的要整垮深圳公司不用耍这些手段吧？你就一句话，把公司解散了不就得了吗？老子陈斌反正饿不死，你放心，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。我冲着电话一通臭骂，看上去是骂马从敬，其实就是骂陈振华。陈振华明显懵逼了，他万万没有想到我会来这么一手，直接当着他的面给马从敬打电话，而且一打电话就骂人。要知道在大区总监层面上是没有设行政总监的，也就是马从敬在华南区一人独大，拥有绝对的权力。陈振华的直接上司也是马从敬呢。